轻轻说再见，请别走太远。流逝的时间，聚焦几种遗憾的裂变。惦记的梦想，城市里兑现，尽情释放感觉，要体验。想要给的爱，想要说的话，了无牵挂。再走一段并肩走的路，再说一句最真心的话。最真挚的心，一直存放在我们心上。再跳一支最想跳的舞，再抱一个最想抱的人。所有的美好会在一刻永恒里燃烧。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南宁表演，没想到还挺有味道的。什么味道？你不觉得闷吗？不会啊，你可以说实话的。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捏我自己的大腿，怕我睡着。你干嘛要这样虐待自己？你不用刻意配合我的。虽然我现在听不懂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爱上这个表演的，就好像你外公林香一样。嗯，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了。不止吧，爱你的人还有很多。你是要说你自己？我当然是其中一个，还有你妈、你爸。你又要帮那个人说话？不是的，我是想说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尤其是年轻的时候。再说，可能他是被冤枉的呢。杀人犯都有为自己上诉的权利，那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啊？趁一切都还来得及。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和真香竟然认识啊？我们之前住在同一个寄养家庭。哦，后来你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啦10几年都没有见面，要不是他叫我啊，我根本认不出他。没想到你们两个这么有缘呐！真香啊，真是一个好女孩，我很喜欢她，乖巧、勤劳、善良。那我嘞？你当然是个善良的人呐，只要你不走回头路，你跟真香啊都是一个好孩子。这个世界，只有你觉得我是好人。我看着你从小长大，肯定没看错。我看你这样精神，还可以 exercise， 干嘛要住进来？哦呦，老人也活动活动，这样才不会无聊嘛。而且啊，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，我每天很忙的哦。可是这样我就吃不到你煮的云吞面呢。哦，你吃了几十年还不腻？哪里会腻？我第一次吃过那么好吃的云吞面，你的云吞面是世界 No.1呢。小朋友啊，都放学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家里没大人，又没有东西吃，我才不要回家。没大人？那你是不是饿了？阿姨请你吃云吞面，阿姨的云吞面很好吃的。快吃！
好吃吗？小朋友记得啊，以后肚子饿的话，就到食堂的面摊找阿姨。阿姨请你吃云吞面，还有炸馄饨。果然食物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就怪我当初啊，叫你肚子饿的时候来找我，你就像跟屁虫一样的黏着我，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，我甩都甩不掉啊。明明啊，是你在你的云吞面里面下迷药，逼我离不开你云吞面，害我开心要吃，不开心更要吃所以每个礼拜都来找我啦。可惜以后吃不到了啦。你想吃云吞面呐，就去找真香，叫真香煮给你吃。不要啦，我就是要吃你煮的。人不能一成不变，要去尝试新的事物。你不要再走回头路，乖乖的去找一份好工作。我知道啦，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，帮人家油漆，后天就开工。放心啦，我不会再进去了。哦，这样才乖嘛，这样才乖。哎，慢慢来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去哪里啊？脚指甲这样长，我来帮你剪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等一下我自己来。要啦，我帮你剪啦。哎呀，不用了不用。哎，要是你敲到东西啊，脚指甲翻起来，你不要喊救命啊！好了好了。好。谢谢你啦。会痛要跟我讲啊。好了，你有没有袜子啊？你的脚很冷啊，记得晚上睡觉呢一定要穿袜子，保暖，懂吗？好，好。对啦，你帮我做一件事儿，把这个拿给真香。他不是会来看你，你干嘛不要自己给他？我给他了很多次，他就是不接受。难道我给他就会收吗？哎呀，你会有办法的。这个手镯啊，是我奶奶留给我的，对我来讲啊是很珍贵。哎呀，但是总归是身外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这样贵重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他？虽然真香跟了我没多久，可是我已经把她当成孙女看待了。那我呢？你不是说要把我当成孙子，留什么给我？哎呦，给你一个开工红包，祝你开工顺顺利利啊！谢谢阿嬷。哎呀。真香，哎，劳伦哥，你来了。手伸出来。哦。
我刚才去看仙姨，仙姨叫我拿给你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跟他说了很多次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拿，你还是拿回去给他吧。哎呀，给你就带啦。哎，我要都没有嘞。你们什么时候到啊？还在等人来换电池，应该没那么快。你先试吧。那好吧。生意好吗？哎，老板你来啦？哦你朋友呢？他们10点到。啊，照旧。对，少辣，多点猪虾。好，你先去做，我等一下拿给你。好的。老板，印度那边了。啊，稍等一下啊。送去那边的。啊，对，我帮你。谢谢。来了。谢谢啊。龙龙，龙龙，你没事吧？你记得我名字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头很痛啊！这止痛药也拿着。小心烫啊！谢谢你。没事，哎，小心点。如果你还是很辛苦，去看一下医生。不用了，我的事我先走。谢谢你啊，安哥。你那辆破车早就该换了，上次冷气有问题，现在电池又坏了，以后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呢。车修一修就可以用了。现在COE那么贵，能省就省哈。我是担心我女儿坐那辆破车会不舒服。放心吧，他做这么多次都没有 complain。重点是载他的人是谁？是啊，她没有 complain 车，那有没有 complain 我啊？我是有帮你说好话。那她有什么反应？他没有反应。没有反应也不是一件坏事，以前好多了，以前连说都不敢说，对吗？哎，下个星期三有空吗？陪我去看仙女。下个星期三我有事。什么事情？下个星期四是真雅的忌日，为了避开夏童，我想提早一天去祭拜他。你不想见到夏童吗？我是不想在真雅面前让他看到夏童跟我起冲突。看来星宇的案子给你的感触很深了。星宇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前天本来要继续做化疗，但后来医生发现星宇的白血球数量太低，所以就帮他打了针。
那现在应该比较好了吧？今天终于成功做了化疗啊，但是现在要留在医院观察。这边。谢谢你们来探望新宇。不要客气。心宇，安哥买了最流行的游戏机给你，等你精神好一点，跟妈咪一起玩啊。你要加油啊！要配合医生的治疗，把身体里面所有的大夫都 KO 掉。来，给你。谢谢。OK，你很勇敢 ，OK， 会没事的，会没事的。OK， 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知道很辛苦，很辛苦，知道很辛苦。来休息一下。我们已经分居了。我看你们相处的挺好的啊，还以为你们已经和解了。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心宇身上，只希望他能开心。再也不会在他面前吵架了。其实这样也不错，可以减少摩擦，对你们两个也是好事。那心宇知道吗？对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接受婚姻辅导了。为了新宇，我们愿意再努力一次。郑雅，我给你带了包叉烧饭，你不在，已经没有当年的味道。当初我一直抱怨你跟不上我的步伐，完全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和不安。我现在想起，我跟你分手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？你一定是觉得我很绝情，所以你才瞒着我你怀孕的事，更加不让夏彤知道有我这个爸爸的存在。我觉得阿姨不至于恨你，要不然也不会把夏彤生下来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你回来找我的，我一定会负起责任的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带孩子有多辛苦。如果你回来的话，我就可以参与夏彤的生活，也不至于他现在这么委屈，受这么多苦。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应该怎样面对夏彤？你是说给他听，还是故意说给我听？这都是我的真心话。这么巧，你的真心话全都给我听到。我之所以今天来，就是为了避开你啊！你不要再假惺惺了。
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相信你的。夏彤，夏彤，你先别走。还有你，是不是你告诉他我今天会来的？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帮他？是你跟我说你明天才休假的。你一定是从我同事那里知道，诊所重新调班，我改成今天休假。我怎么可能知道 ？Boss。灵儿，爸，火焰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医生还没有出来。医生你好，请问 Mr. Lim 的状况怎么样？病人已经醒了，目前的身体状况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他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啊？可能是情绪过于激动，或者血压突然飙升导致的。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我建议他再多留院观察几天。我已经通知吴医生过来了。谢谢你。夏彤，可以聊一下吗？我知道你不相信火焰是不知情的，但我想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给你点意见。通过这段日子跟他相处，我挺了解他的。只要是他做过的事情，他一定会认。你认识的是现在的他，你怎么保证30年前，他不是为了推卸责任，认为我妈配不上他而决定抛下我们？不可能。你为什么这么确定？因为他经历过，所以他不会让他的孩子受同样的苦。他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就走了，妈妈染上毒瘾，赌输了就把他卖掉。他们还逼他在街上乞讨，讨不到钱就打他。他那个时候才10多岁。你说有这样经历的人，知道自己有孩子，他会怎么做？可是我的外公是不会骗我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是你外公心疼自己的女儿，说出一些不是事实的话？Boss， 温水我放在这里啊。爸，你跟夏彤聊到怎么样了？给他一点时间。火焰，还好吗？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，以后再也不要去打扰夏彤。他这样对我，我不怪他。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我这做父亲的从来没参与他的人生。不过他不认我也好，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再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了。而我呢？我可以回去到我不知道有这个女儿，一个人无牵无挂，自由自在的过。
动我的东西。他送我的金牌呢？拿去当了。当了？你什么都没有问过我，还撕了我和他的合照。你那没良心的男人都不要你了，你还留他的东西干嘛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要不要吃雪糕？要。走。外公。小头，小头，对不起。谢谢你爸爸他不知道，外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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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咪，外公过世之前怎么会突然跟我提起爸爸？外公想跟我说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要再问了，再问我就打人了。只有当我们开始思考死亡，意识到死亡，吴医生来看你了吗？他有说什么吗？他要我耐心等这临床药的效果，不过我看好像没什么用，总觉得我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了。不要这么说，要相信医生，相信治疗是有效的。信念很重要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什么信心？我以前就是对自己太有信心了，认为自己很厉害，无所不能。有谁能够像我沿街乞讨，做到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啊？可是结果呢？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就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。当一个人病到要死的时候，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？钱带得走吗？可怜我，为了追求这些身外物，我却丢失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人。真的不要这么说，你还有我。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夏彤。
人来的时候一个人，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，两手空空。当你想通这一点，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等待这一天的到来。我也安排好所有的东西，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会把他们的妈妈照顾得很好。你比我豁达。哎呀，我在想我们死后会到哪了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我希望可以见到真雅，亲口跟她说声对不起。与其想一些没有用的事情，不如活在当下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不是更好吗？要是当年我没跟真雅分手，也许我的命运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。你选择什么，就决定了你的一生。就算重新再来，也难免会有遗憾。仙姨，我带水果来给你吃。哎呦，谢谢喽。仙姨，你在这里过得好吗？很好，这里有很多朋友啊，一起聊天、活动活动。看你开心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，多陪陪蓉蓉。她从小没有亲人，没有人关怀她，日子过得很苦啊。幸好他遇见了你，我看你把龙荣哥当做自己的孙子一样，很爱他又很关心他。希望他将来啊能够出人头地，找一份好工作，娶一个好老婆。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到那一天呢？你不要这样说，仙姨，你会长命百岁。你们又在同一个寄养家庭长大，所以你们一定要互相关怀、互相帮助，懂吗？仙姨，我会的，我也相信龙荣哥会努力的。那我就放心啦。仙姨，我先去切水果。你妈出来了没有？早就出来了。我离开寄养家庭后就回去跟她住，她在几年前过世了。那你有回去看莲姨他们吗？没有哎。我是没有。喂，对了，龙荣哥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帮我偷蛋的事？我帮你吧，谢谢龙荣哥。应该加个蛋。会被骂的，要先问过莲姨。不会被发现的啦。谢谢龙荣哥，快吃吧。说，到底是谁偷吃厨房里的鸡蛋？早上我出门前，明明数了有7个，现在只剩下6个，是谁吃的？自己承认。这么吝啬，我只是拿1颗鸡蛋而已。莲妮，你不是有拿政府的钱吗？对不起啊，害你被骂又被罚。那时真的谢谢你的帮忙。小事啊，煮碗面、洗个厕所罢了。没有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以前其他小孩子知道我怕火，故意拿火来吓我。只有你一个人不会这样。对了，你为什么那么怕火？
以前我爸常用打火机来吓我，有时候还用蜡烛滴我。哎呀，你现在也是很厉害啊，完全不怕火哎！你会接手现役的云吞面的。没有啦，我还在努力中，不想辜负县立的期望。我相信你可以的啦。其实，我来县立的档口学做云吞面，是想煮给你吃。龙荣哥，你怎么了？ 有没有 check 清楚？一定是搞错了啊！龙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我知道你一时不能接受。我不管了，你赶快把他肿瘤拿出来啦！瘤的位置不适合动手术，目前能做的就是化疗，使用药物来杀灭肿瘤细胞，防止病情恶化。所以说，我快要死了，不可能的！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哎，我不可以死了！你是跟蓝医生走啊？我要换医生啊！走啊！龙先生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要不要接受化疗？你好好休息。 来了，要跟谁聊？你应该知道你爸爸的病情开始恶化了，他剩下时间真的不多了，趁现在还有机会，好好坐下跟他聊一聊。 怎么说，他都是你爸爸。你不吃吗？拿走吧。 豆秀不吃了，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午餐。何必这么麻烦呢？这里有供应。你不想吃吗？吃。付着贴上该有的愉快。 多久没对你说来，怪就怪，是你把我宠坏。满天星曾不曾质疑它意义何在？烟花瞬间化连你晕开，留下美丽的。 萦绕着 Goodbye's are hard to say. Fallen lights in the sky, they shine so bright. 坠落之际闪
是什么样的色彩 ？Fallen lights in the sky， 光速太快，像时间回头再看一眼，反射最温暖的光。Fallen lights， 根据 CT scan 的结果来看，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上一次你不是说癌细胞受到控制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是不是可以做别的化疗？啊？医生，我的身体接下来会有什么状况？肝脏可能会变大变硬，在触摸时有疼痛感，体重可能会减轻，食欲会减退，还有，因为肝脏无法有效地清除血液中的毒素，人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疲倦和意识模糊。这种情况被称为肝性脑病。好，等多10分钟，车来这了。凤儿，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你妈妈。当然不可以啦，爸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更糟了，一定要让大家知道。凤，我知道你们都很担心我的病情，可是我不想给任何人增加心理负担，尤其是你妈妈，所以你一定要帮我保密。爸，你听话可以吗？你要我不说也行，你就听话在家，哪里都不可以去。起码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，在家里比较容易应付。你知道很难啊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啊。你有什么东西要做？爸，你是一个病人，本来就应该在家里好好休养，到处乱跑干嘛？凤，我知道你们很担心我，但是我还活着，我不想活得像一个死人一样。我没有让你活着像一个死人，我是不想看到你还没被癌症带走，就因为意外先没命啊！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管我去哪里，找一个人陪在我身边总可以了吧？但你记得不要告诉你妈妈。轻轻说再见，请别走太远。流逝的时间，聚焦其中遗憾的裂变。惦记的梦想，城市里兑现，尽情释放感觉要体验。想要给的爱，想要说的话，了无牵挂。再走一段并肩走的路，再说一句最真心的话，最真挚的情，一直存放在我们心上。再挑一支最想